嘿嘿嘿，我是 Jerr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你曾经想要戒烟吗？或是想要帮身边的家人朋友戒烟吗？去年我成功帮有30几年烟瘾的爸妈戒烟，我想要给大家分享这个过程，以及最后我爸妈的采访。你有没有想过34年这些烟买下来，你可以存多少钱？应该一台宾士都有了。戒烟跟每天保持运动哪个比较简单？好像戒烟比较简单吧。如同我爸说的，每一个抽烟的人都想过戒烟。我想过好几回了，千百回。为何我爸妈事后都说戒烟其实不难？想要戒烟的朋友，或者是想要帮助亲友戒烟的朋友，请一定要看到最后哦。我这个系列主要是分享一些生活故事，希望可以鼓励大家，或者是给大家参考。欢迎大家订阅我，并开启小铃铛，才可以接收最新的上片通知哦。帮爸妈戒烟的动机。2020年，当时的我因为做了气胸手术，认知到健康非常重要，也刚好因为手术之后不能搭飞机，所以在台湾远距工作，所以能够与家人多相处一点。快30岁的我，当时在想，有什么事情是我一定要趁还在台湾的时候做的？除了和家人出柜跟买房给家人之外，另一件事情就是30几年来爸妈抽烟的问题了。这次下定决心，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以前是胖子的我都可以瘦20公斤了，我相信戒烟这种事情一定也是可以透过决心来达成的，而我不确定爸妈有没有决心。于是当时的我在想，要怎么透过一些管理方式来帮助爸妈戒烟。我一直都深信养成一个习惯只需要21天的这个道理。我就突发奇想，假设一个人原本每天要抽12根香烟，如果过1周之后目标变成每天11根，每周1减1根，以此类推，会不会12周之后就戒烟了呢？一开始其实没有把握这个能成功，我抱着实验的精神，在2020年7月对妈妈试了这个做法，中间遇到很多波折跟阻碍，才慢慢摸索出一套方法。接下来我会分享2种戒烟方法跟具体措施，立马戒烟跟减量戒烟。我也会比较两者的优劣。你必须重新认识尼古丁上瘾。抽烟的人都想过戒烟，因为抽烟有浪费金钱、危害健康、生活不便、伤害他人、社会观感等问题。我爸说，如果他把30几年的烟钱存下来，都可以买一辆车了。危害健康的部分更不用说，如果你现在点上一支烟，用卫生纸把滤嘴包起来吸一口，吸完后再看看卫生纸是不是长成这样子呢？网络上更有人用棉花球模拟肺脏做实验，看有多少焦油进入肺脏。请认知到，别再让你的肺脏成为滤网了。既然抽烟的缺点那么多，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戒不了烟呢？因为尼古丁上瘾让吸烟者有错误的迷思，以为吸烟能缓解无聊跟压力，以为吸烟能够帮助集中注意力。吸烟者在抽烟后的幸福感觉其实是非吸烟者本来就有的。吸烟造成的烟瘾就像一双很紧的小鞋，吸烟时就像暂时脱掉的小鞋一样，但是随着尼古丁进入体内，就像把小鞋再次穿上，而且穿得更频繁更紧，是个恶性循环。长期以往，人们难以区分烟瘾跟生活压力，以为抽烟有助于减缓生活烦恼跟压力，但实际上烦恼和压力其实是烟瘾作祟，唯有在抽下一支烟才能够放松一些。很讽刺的是，我们还倒因为果，把缓解压力归功于抽烟。当我们工作稍有空档，本来能完全放松的时候，却要被烟瘾绑架。尼古丁还会让我们的心率上升，使我们不能真正放松。烟瘾越大，这个恶性循环越重。本篇内容很多来自一本书，1000万人都说有效的轻松戒烟法，也有其他 YouTuber 帮你读了这本书，把重点摘要做成一支影片。我也会把这本书的资讯跟影片连结放在资讯栏下方。立马戒烟跟减量戒烟的关键，其实根据那本 Alan Carr 写的书指出，当下立马戒烟其实更简单有效。英国心脏协会的研究更指出，快断法比慢断法还更容易能够阻止人复吸，但是前提是立马戒烟要有足够的决心跟自制能力。对于常年苦口婆心劝亲友戒烟的朋友们，可能减量戒烟法会更适合，比较好说服抽烟的亲友们至少开始尝试戒烟。不过这也比较多仰赖于亲友的监督跟鼓励。像一开始我妈就答应参与这个计划，首先我先跟我妈讨论她当时的每日吸烟量，理解到她个人化的需求，并制定出早午晚的控制量。像是很多人都有上大号时抽烟的习惯，或者是午饭后来1根。我妈妈每周6都会去跟朋友打牌，控制量需要比平日高一点。这些都是个人化的需求，所以在制定不同天不同时段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些考虑进去。我每天要求我妈妈在我们家 LINE 的群组里面回报早午晚的实际数量。我会更新 Excel 的图表截图存在我们家的相簿里面，视觉化让妈妈能够知道目标控制量在哪里，也让她知道自己迈向成功戒烟的进度。
加上每天家人的鼓励和检讨，让他知道全家人都把戒烟当一回事。我也会把这个 Excel 的图表放在资讯栏下方，大家可以下载来用。后来采访过程中，我爸给了一个建议，在每天只剩下2-3根烟能够抽的时候，尽量把起床后的第一根烟压到越晚越好，最好是下午以后。睡醒后能够撑越久不抽烟，隔天的烟瘾会越小，最后戒烟也会戒得比较轻松。我也有跟戒过烟的人讨论过，他们也是觉得这样。我的第一根几乎都是在中午或下午，如果能拉到晚上那更好。隔天你睡完觉起来，你那烟瘾就没有那么强烈，这种感觉还不错。初期规划早午晚的戒烟量可以平均一些，但是后期要注意一下这一点。我们来比较一下立马戒烟跟减量戒烟的不同。适合的人群，立马戒烟是适合有决心、高自制能力的人。减量戒烟呢是比较适合没有信心跟低自制能力的人，也因此立马戒烟的门槛通常比较高，减量戒烟的门槛通常比较低，非常适合作为一个低门槛的方法去劝诫那些抽烟的朋友们来一起戒烟。立马戒烟因为需要本身自己的高度自制能力，亲友摄入的程度可以比较低，但是减量戒烟呢通常会比较需要亲友的从旁鼓励跟支持，还有监督，所以亲友摄入的程度会比较高。时间成本考量，立马戒烟是立马戒了，往前数21天，大概是戒断反应的一个过渡期。减量戒烟就可能会有数个月之久，当你抽完最后一根烟之后，还要再往前推3周，撑过戒断反应。立马戒烟的戒断反应可能比较大，减量戒烟可能比较小，而两者成功的关键都是要能够撑过戒断反应。有人说在减量的同时可以抽换成自己最不喜欢的品牌，但是不可以换得更浓哦，这样自己也会多少厌恶抽烟的这个过程，或是尝试自虐式减量，每吸一口烟之后将烟气含在嘴里30秒左右，这样一来吸烟就变得难受了。但无论立马戒烟或是减量戒烟，关键都是要能够撑过戒断反应，要能够忍受足够长的时间不抽烟。尼古丁在身体里面代谢干净只需要21天，大多数戒断反应最明显的时候应该是戒烟后的第5天，还有第3个礼拜。而如何撑过戒断反应，主要2个部分，分为心态调试跟措施准备。撑过戒断反应的心态，很多人不敢开始戒烟，或是开始后却不能够撑过戒断反应，是因为恐惧放弃而产生的痛苦，痛苦是因为犹豫跟怀疑的产物。而为了解除这个恐惧，在心态上你每天需要问自己以下5个问题，来破除迷思，加强决心。吸烟真的缓解无聊吗？吸烟真的能帮忙集中注意力吗？吸烟真的能够舒缓压力吗？戒烟后有什么好处？你是否应该为你戒烟的这个决定感到高兴？吸烟能缓解无聊吗？是因为当你一旦有了空档，烟瘾才会被放大，直到你开始吸烟后，烟瘾才会缓解。而且尼古丁会让你产生嗜睡感，让你潜意识中避免从事耗体力的活动，所以才会让你觉得无聊。吸烟能够集中注意力吗？是因为你的烟瘾夺走了你本来就有的注意力，让你走到只有在抽一支烟才能帮助你恢复你本来就有的注意力的境地。所以吸烟反而分散了你的注意力，让你时不时需要抽烟缓解注意力不集中。况且香烟中的毒素会造成血氧下降，导致大脑供氧不足，还会使我们的神经系统受到破坏，间接使我们有不安的情绪跟降低自信。吸烟能舒缓压力吗？吸烟不只不能够让我们降低生活压力，更带给我们了额外压力，让我们需要抽烟。毕竟不是任何场所任何时候都能够吸烟，而戒烟的好处对每个人可能不尽相同，可能让你的牙齿跟让你的手指变干净了，原本有的嗅觉变敏锐了，早上刷牙不再干呕了，省了钱又得到健康，不再有找不到对的时间跟地点的不方便，不用担心让亲友吸到2手烟，活出原本染上烟瘾之前的自我。基于以上，你能每天问自己是否对于戒烟这个决定感到高兴？抽烟只是为了得到非吸烟者本来就有的放松跟注意力，非吸烟者也不需要承受不能够随时随地抽烟的烦恼跟压力，只有戒烟才能够跳脱这个恶性循环。所以抽烟并没有任何好处，只有幻觉跟坏处。这个幻觉只是暂时让你从相对剥夺感回到作为非吸烟者本来就有的状态而已。就像前面说的小鞋理论一样，你应该为你戒烟的这个决定感到开心，因为你要永远脱下这个小鞋了。你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相信这个决定，也相信自己能够挺过21天的戒断反应。撑过戒断反应的措施，除了心态上要调试自己来撑过清零后的倒数21天，生活上也有一些措施可以准备。很多人戒不了烟是因为缺乏自制力跟信心，此时亲友如果能够从旁协助跟鼓励是很重要的，而每个家庭的状况都不一样。以下分享我们家的方式给大家参考。一开始我联合了我2个弟弟，给妈妈拍了一个加油鼓励的影片，在家庭的群组里面，我和弟弟串通好，我当黑脸，
我2个弟弟当白脸。我要求弟妹在我每天在群里面问我爸妈吸烟的数量的时候，他们都要在旁边敲边鼓，营造全家都很关注爸妈有没有认真在戒烟的这个氛围。一方面是针对他们没有自制力的监督，另一方面也是鼓励他们，给予他们信心。如果是自己戒烟者，你也可以在社群软体上面公告自己的戒烟日。如果你是立马戒烟者，你可以在社群软体上发累计天数，如戒烟挑战第3天，我觉得心情很好，直到撑过21天，让所有亲友们一起看到你的勇气，支持你，监督你。再来，环境也必须整理一下，立马戒烟者最好有决心把香烟的库存跟打火机一次丢掉，或是让亲友帮忙丢掉。减量式戒烟者也可以把香烟、打火机、烟灰缸分开放，来增加抽烟的麻烦，也破除潜意识的反射行为，让自己有提醒的效果。亲友甚至能够帮忙集中管理香烟，每天就只配给控制量的根数，主动避免抽烟情境。亲友们也能够帮忙他们理清他们的抽烟情境，尽量避免。比如说我爸在公司常常被老板请烟，到最后就要鼓励爸爸对老板勇敢说不。我爸确实也这样做了，他说请烟者大家其实都能谅解，或是我妈妈周6都会去打牌会抽烟。一开始我要求妈妈只去不抽烟的牌友的局，后来因为台湾的疫情大爆发，也不能够群聚打麻将，所以自然而然也遇到这个情境了。减量戒烟的末期或是在戒断期间，也能够使用替代品或补给品，如 B 群，比如说戒烟茶，我会把另一个 YouTuber 讲戒烟茶的连结放在资讯栏下方，或是去戒烟门诊看诊评估后，会有政府补助的戒避室可以拿，亲友甚至能够主动帮忙准备这些东西，包括便条提示，不管是实体的便利贴也好，或者是群组里面的公告讯息也好，提示戒烟者烟瘾来时应该要想想小协理论跟戒烟的5个问题，做烟瘾来时的8个武器，我会贴在资讯栏下方，和自己说世界上已经成千上万的人成功戒烟了，所以你也可以的。吸烟者所享受的快乐，其实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痛苦之后所缓解的快乐。戒烟容易，染上烟瘾也容易，千万不要掉入同样的陷阱2次，哪怕只是1根烟，尼古丁如果再次进入身体里面，就会万劫不复。不要想着就抽这一支烟，不要带着打火机，不要带着香烟。想到香烟的时候，看到香烟的时候，你不是想着不能抽烟，你要想的是我是一个不吸烟健康的人，避免任何只抽1根烟的机缘。请大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亲友看，或者泡杯茶或咖啡，邀请亲友一起坐下来看完这支影片，以确保他们真的看完了。你们可以一起讨论哪一种方法他们比较能够接受，用爱帮助亲友们戒烟。戒烟并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事情，需要亲友的积极监督跟支持。我们家成功了，所以你们家一定也可以成功。如果可以的话，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分享你或你的亲友已经开始决定尝试这个方法，或是在下面留言分享你们之前成功戒烟的经验，也非常欢迎哦。去年一开始就说要1周减1根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吗？心情是怎么样？心情很差。为什么？前面几周应该还好，到后来2根3根的时候就给他了。那是件好事啊，只怕自己能不能达成啊，就是跟自己挑战。那时候还想说再来那么久，比如说我一天就可能要1包烟20根嘛，但完全戒断的话也要20周了，到最后剩那个一天只能抽1、2根的时候，才有所谓的害怕。哦，前面都不用，前面不会。戒烟难吗？不会啦，其实不会啦。戒珍珠奶茶。对啊，会达成目标。之前就是习惯大便就是要抽烟，现在就正常了啊。开始有给你看一个影片，也是一个过来人分享，他也是一样大便要抽烟，他是用1根吸管代替那个感觉。觉得这个方法你虽然没有用，但你觉得这个方法对你可行吗？或许行吧，这就是习惯嘛。难在毅力，还有诱惑。比如说人家好意递给你香烟，真的不懂得拒绝或者是怎样的话，你还是会再抽的，所以会一直重复的失败。觉得面对别人请烟有什么撇步？就婉拒啊，就说我正在戒烟啊，只能这么讲。一般人都能接受。我上网查说戒断大概21天，就没有那个强烈的欲望。前阵子的时候，因为是长官请的，我不好推脱。一开始抽的就是头很晕了。抽烟的人都知道，只要一段时间你没有抽，再复抽的时候，顿时就会是晕眩，有一点恶心了。差不多1周的时候就觉得痰很多，差不多是20天左右就比较没有那种感觉。现在已经大概10天没有抽了，也蛮习惯了。再抽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呛。那现在有发现戒烟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感觉对身体比较好啊。
有就是呼吸比较顺畅啊。其实戒烟啊，还是对自己的身体好。你抽烟的人往往肺活量也好，或者是运动时候都会觉得很困难，或是爬个楼梯啊，都会觉得特别喘。而且现在的环境说真的不允许抽烟的太多了，你也会渐渐说自己的空间一直被压缩嘛，所以说渐渐的，还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戒烟成功的。这很励志。我爸现在也在唱歌，全民 K 歌上是一个唱将，你知道吗？4000多，哇，4000多，但对唱歌有影响，气比较足了。这个方法有效吗？你说替检式的，对，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啊。我觉得这个方法又省钱又有效，也可以套用这个温水煮青蛙的理论，每天慢慢做，那你可能其实每天的那种相对剥夺感其实也不会那么大，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概念。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计划安排这个戒烟的活动，那是可行的。其实我们就算给他制定0根的目标，但他其实还是会蛮诚实的说啊，今天可能有一些事故，对，还是抽了1-2根这样。觉得其实这样也是蛮好的，就是起码你了解自己目前还是没办法做到的，然后也有诚实告诉我们也不会就是马上以责备的态度来跟他说，那反而是说下次就可以尽力再完成到0根这个目标。爸爸到最后3根2根的时候，他其实有要求多一点缓冲，比如说1天2根持续3个礼拜，他自己说一个日期，那个日期以后他才降。其实重点应该是在于说，有没有诚实面对自己，那自己做到什么里程碑，做到哪个地方，都应该让我们知道，那我们这边后续要再做什么样的处理，也才可以做个及时。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哦！祝大家戒烟成功，拜拜。